不知这小世子的生辰八字是什么？贫道可以免费为王妃算上一卦，或许可以帮助世子更上一层楼啊。沈飞并没有像是见到宝华寺的恩惠大师那样，还让他给仔仔看面相。如今这个老道长却是自己提出来了，上杆子的都不是好买卖。小福宝一听这个老道长问自己的生辰八字就着急了，他紧紧握着沈飞的手，就怕娘亲不防备给说了出去。道长算得真准，他爹是亲王，他伯父是皇上，他哥呢是太子，正好应了道长的话，大富大贵。我这人不贪心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，八字就不用看了。张道长探究地看着沈飞，他不明白，他都已经说得如此直白了，荣王妃怎么还不懂？难道他不明白贵不可言的意思吗？荣王妃啊，贫道观小世子的相貌可以达到那至高无上的位置啊，不过时也命也，还需要知道小世子的生辰八字才更好确认。道长，有些话出你口过我耳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老道长这时候确认了，荣王妃不是听不懂，而是不心动。他不明白小小年纪的荣王妃为什么不上套，难道是因为他和那荣亲王一样都是草包，才不懂皇位的重要性？不急不急，大的不行就找小的。他听说小世子早会，一定能听懂他的意思。于是张道长弯下腰想和小福宝说话。小福宝看着张道长可恶的脸，伸出小胖手薅了几根张道长的胡子，紧紧地攥在手里。沈飞看到小福宝手中的几根白毛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蹲下身子握住小福宝的手。仔仔，怎么能随意薅人家的胡子？沈飞悄悄地把那几根胡子放进了空间实验室。张道长，很抱歉，孩子不懂事。张道长看了沈飞和小福宝一眼，就觉得明明很好忽悠的人，莫名就有些难缠，一时之间竟然分不出是真傻还是假傻。无碍无碍。这时候从后院走过来一个中年道长，他脚步匆匆。师父，左夫人要做法事，还需要您在场方可啊。道长有事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老道长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带着中年道长离开了。王妃，那几人中有人会功夫。好，这你都能看出来。不过我也听过，有些道士都是会些拳脚功夫的。不是普通的功夫，属下见那几个年轻的小道士脚步轻快，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。沈飞看了一眼萧云冠，也是觉得今天来得太匆忙了。走吧，咱们尽快下山。还有，派个人去把江儿等人找回来，不必查了。是。然而沈飞等人还没有离开，就听到了后院的打斗声。夫人，你们先下山，我过去看看。然而这时候已经不用沈飞等人去查看了，因为江二三人正在和一名白发女人打在一起，已经上了房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穿着道士服的年轻人也开始加入其中。沈飞看着白头发的女人，莫名的想到了曾经见过的一个人，一个叫英姑的女人。娘亲，咱们快下山吧，山上不对劲。不费，咱们走，江二等人逃跑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咱们先下山。沈飞一行人就转身想往山下走，可是他上山也带了不少人，不仅有护卫，还带了一些婆子和奶娘，这些人都是跑不快的。这时候来霄云观上香的村民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于是一下子也乱了起来。村民们立即就开始往山下跑，有匪徒打架，他们这些人也要尽快躲起来。夫人和婆子先散开，可以分开跑，到了山下或是回城再会合都行。王妃，你们带着世子和郡主先走，我们自己能行的。好，那就分开跑。于是沈飞就带着小福宝和护卫们一起急忙往山下赶去。可是到了道观门口，发现张道长已经带着几名年轻的道人堵住了门口，那些普通的村民已经逃了出去，就是王府的奶娘和婆子都逃了出去。荣王妃，请留步。不知道张道长这是什么意思？贫道还想问问荣王妃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派人探听我们霄云观呢？张道长误会了，我的手下并没有探听霄云观的意思，来了宝华山不过就是游玩一番罢了。倒是霄云观有什么事是需要藏着掖着的？张道长阻止本王妃下山，
难道萧云冠真的做了什么不法勾当？王妃真是好口才呀，竟然反口就是污蔑人，毁我萧云冠的名声。哼，张道长错了，我可没有胡说。我听说你们萧云冠被查封了好一段时间，这也是才刚解封不久。你们名声不好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好一个尖牙利嘴的荣王妃呀！好久不见呀，燕姑。哦，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记得你厄晕在我家门口，还是我把你救回去的呢，最后还送了你银子。这个鹰姑好像是挺厉害的，江二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呢，所以先套套近乎，看看好不好使。哼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个有造化的人，从一个普通的小村妇，一下子跃迁成了荣王妃，哼，还真不简单呀。哎，这也是我命哈，找个相公是皇子，我这身份也就跟着层层往上涨。嘿嘿。沈飞一边说着软话，一边在查人数，看看自己这边的人能不能打过这些道人，就是不知道后面的房间里藏着多少人，情况有点不妙。荣王妃还真是能伸能屈啊，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放过你吧？你也知道我是荣王妃，我的身份摆在这里，动了我的后果你们担不住。再说了，我和你们无冤无仇的，咱俩还有救命的交情在，我想不出你们为难我的原因。这本来呢可以放过你，可是谁让你成了楚家人？该死，这还是皇家的仇人啊！沈飞身子向小福宝挪动，想要挡住小福宝。仔仔可是楚家人呢，谁料鹰姑也看到了地上的小豆丁。楚成燕。小福宝看清鹰姑的长相，也是沉着脸。他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还活着，而且功夫还这么高强。小福宝想到左安怀藏着这个白发女人，难道左安怀和他们是一伙的？沈飞看到鹰姑盯着小福宝瞧，心中警觉起来。我的孩子叫小福宝，还没起大名呢，不叫楚成燕。鹰姑轻哼一声，突然出手，一条丝带从袖中飞出，直接把小福宝缠绕起来，然后小福宝就像个风筝一样被卷离地面。仔仔！鹰姑出手太快，沈飞还没来得及和小福宝对暗号，也就没办法直接把他放进空间里，所以就眼睁睁地看着小福宝被鹰姑的丝带给卷走了。这时候王府的护卫急忙出手阻拦，但是道观里那些年轻的假道士也出手了。没错，就是假道士，因为那些真道士都躲得远远的，看着两方人马缠斗在一起。王府除了明面上的护卫，还有暗中保护的暗卫也纷纷现身，可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，鹰姑比他们快一步抢到了小福宝。张道长没想到王府还有暗卫。师妹，看来今天只怕有一场血战了。师兄，有了这小子咱们不亏。小福宝被举得高高的，心里有些忐忑，他和这疯女人是有仇的呀。不过他现在是不能暴露的，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真的楚成燕，只能是装成一个无辜的小孩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小福宝开始挣扎，但是鹰姑提着小福宝的衣服抓得更紧了。沈飞没想到莫七和莫八同时出手，两人都没有抢过鹰姑。鹰姑，你放了仔仔，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。师妹，咱们速战速决，这里已经暴露了，宝华山离京城太近，咱们得尽快解决这些人，赶紧离开了。好，听师兄的。沈飞听到这些人要解决了他们，就知道他们不可能放过自己一家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的孩子和你无冤无仇。张道长不管沈飞的疑问，直接吹响了哨子。这时候后院立即传出了脚步声。沈飞看着不断涌进来的人，这些人就不是道士打扮的了。他终于知道这是捅了马蜂窝呀。萧云冠可能就是个幌子，被皇上清洗了一遍之后，更成了那些贼人藏匿的窝点。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与朝廷为敌？随着那些人的加入，王府就算藏在暗处的暗卫也出动了，也渐渐地显露出了弱势。沈飞和抱着两个小妞妞的护卫被围在中间，看到不断靠近的人，沈飞眯了一下双眼，他非常犹豫。这是长安城，不是北地边境，宝华山上还有宝华寺，那边的人更多，
如果再拿出神经毒气，那么整个山上的人都能被药给药倒了。沈飞犹豫的时候，就见到英姑高高举起小福宝。无冤无仇，哼，真是好笑。楚成燕灭我满门，你说无冤无仇？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今日见到了楚成燕的孙子，和他长得一样的亲孙子。哼，那么这次就不亏。哦，不对，不只有一个孙子，或许是3个。3个，这一趟不亏，有楚家3个血亲下去陪他，楚成燕在地下应该高兴的睡不着了吧。沈飞听到英姑这么说，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于是从空间里直接拿出了改良版的神经化学毒气。沈飞之所以会这么晚拿出来，也是因为这东西不仅能药倒敌人，就是王府的护卫也一起药倒了，属于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法子。神经毒气发挥作用也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沈飞只能是拖延时间。英姑，你和先帝有仇，仅仅是因为他灭你满门？沈飞已经听明白了，楚成燕是先帝的名讳。看你又哭又笑的，不光如此吧？英姑听沈飞这么问，看了小福宝一眼，笑着笑着，然后眼泪就流了出来。他该死，该死！我找不到他报仇，我拿他子孙开刀也不错啊！英姑这时候有些疯魔，眼神也有些涣散。沈飞暗道：糟糕，英姑是不是要疯了？英姑摇晃了一下脑袋，看到小福宝的小脸儿，神情恍惚，好似看到了曾经的那人。楚成燕，是你负了我，把我利用个彻底，然后又灭我满门，你必须死！小福宝看着英姑，除了恐惧的同时，又有些心虚。当年他为了上位，确实是用了些手段，可是皇权从来都是无情的。英姑看着小福宝的脸，把他往上空一抛，然后飞身而起，重重一拳拍在了他的胸口处。小福宝顿时吐出一大口鲜血，小身子顿时没了生气，像个破败的娃娃一样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三仔，小福宝，小福宝！沈飞拼命地往小福宝摔落的方向跑去。小福宝，小福宝，娘不该犹豫的，娘不该犹豫的。莫巴等人看到小福宝满脸是血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也是打得更加拼命。很快，那边的假道士也损失了不少人。英姑看2名抱着花花和小叶子的护卫，也想解决2人，但是王府的护卫功夫不弱，他们不用对敌，所以抱着2个小郡主躲避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张道长见到有些疯魔的师妹，猜到她或许又要发病了。师妹，咱们先撤。杀了楚成燕，杀了楚成燕，杀了楚成燕。楚成燕死了，早就死了，就是长得像他的孙子也死了。沈飞这时候已经跑到了小福宝的身边，眼泪模糊了沈飞的眼睛，他颤抖地伸出手，把手指放在小福宝的鼻息处，当感受到微弱的气息之后，大哭起来。彩彩！沈飞想带小福宝进空间里，但必须要他意识清醒。沈飞从空间里拿出了绿色的药剂，掰开他的小嘴，想给他喝药。可是药水没有喝下去，小福宝开始七窍流血。沈飞看到之后，痛苦的大哭出声，颤抖的双手不断的给他擦拭脸上的血迹。小福宝，我是你娘啊，娘能救你，你张嘴，你张嘴。小福宝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小身子也是一动不动。沈飞用力掰开小福宝的嘴巴，把绿色药剂给小福宝灌了下去，抱起他的小身子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小福宝，小福宝。山风吹过，树林发出沙沙声响，同时也吹乱了沈飞的发丝。他紧紧地抱着小福宝的小身子，嘴里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。小福宝好似是感受到了沈飞在叫他，或许是因为喝了药剂的缘故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娘，娘，仔仔，你醒了。
太好了！小福宝喊完又吐了一口鲜血，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，他现在身上都在疼，每一块都疼。娘，下辈子仔仔还要当你的孩子。小福宝觉得这辈子虽然短，但他真的很幸福，比上辈子当了一辈子的皇帝还幸福。沈飞让他知道有娘疼的孩子是有多幸福。仔仔，你放心，娘会救你的，你不会死的，娘有空间，你和我一起进去，你和我一起进空间。小福宝知道他的身体情况，他就要死了，就算进去也没用，但他还是答应了沈飞的要求。好。于是沈飞和小福宝两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沈飞抱着小福宝进了空间总实验室，这里是他老师的实验室。沈飞快步地走了进去，打开高级修护箱，把小福宝身上的衣服都扒干净，然后放了进去。仔仔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救你。小福宝看看这个像蛋一样的罩子，点了一下小脑袋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也是要死了，就让娘亲折腾一下子吧。小福宝不舍地看了沈飞一眼，终于是忍不住了，闭上了眼睛。沈飞把修护箱的电源都打开，修护箱开始运转。看到小福宝毫无生气地躺在里面，沈飞眼中划过狠戾。仔仔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替你报仇。此时因为神经毒气的作用，两方人马都出现了症状。虽然还在交战，但身体已经软绵绵的，出拳的动作都弱了不少。英姑因为被张道长及时服药，脑子清明不少，但是现在两人也是感受到身体的无力。张道长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中招了。英姑刚才看见沈飞和小福宝一起消失，觉得不可置信，两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现在荣王妃出现了，那小孩却不见了，就连尸体都没了。沈飞身上因为抱着小福宝沾染了不少血渍，神经毒气对身体有害，小孩子的抵抗力低，他快步地向花花和小叶子身边赶去。此时抱着两人的护卫也是瘫软地坐在地上，他们是亲眼见到王妃抱着世子消失，然后又自己出现的。现在看到沈飞向他们走过来，还有些恐惧。沈飞没有管护卫的眼神，他先把花花接了过来，抱在怀里，然后看着花花的眼睛。师姐，我送你去实验室，就是咱们的实验室，你心里要想着去那里，明白吗？花花双眼瞪大，惊恐地看着沈飞，于是两人又消失了，原地消失。沈飞抱着花花出现在实验室，就知道他猜对了，也知道花花就是他师姐。沈飞来到了3楼的实验室，把花花放在地上。你在这里等我。花花看到熟悉的实验室，又看到了在特护箱里的小福宝，张开嘴。花花想说话，可是舌头不听使唤，说的还是婴儿语。他非常无奈，只能点了点头。沈飞不舍得看了小福宝一眼，然后又出现在原地。他又从另一位护卫手中接过小叶子。小叶子现在很不舒服，一直抽抽噎噎地哭着。沈飞试着和小叶子沟通，把他送到空间里。可是小叶子是真小孩，听不懂沈飞的话，还是继续哭。沈飞又给小叶子喂了一瓶药剂之后，戴了一个小型的防毒面具，才把它绑在自己的后背上。沈飞弯腰捡起一把刀之后，一步一步地向那些假道士走近。那些人本来就因为身体虚弱瘫软在地，看到沈飞一步步走来，竟然有些害怕。特别是沈飞身上都是血，身后还有哭哭啼啼的婴儿声。沈飞来到第一个假道士身边，一刀插在对方的胸口上，鲜血喷在沈飞的身上。沈飞耳边都是刀捅进肉里的声音，他利索地拔出刀，又向另一个人走去，又是扑哧几声。张道长和英姑两人就看着沈飞像个煞星一样，一刀一刀解决了他们的人。英姑看着这样的沈飞，竟然有些害怕，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人。沈飞拖着刀，刀和地面发出嘎嘎的摩擦声，听着异常恐怖。英姑，轮到你了。英姑看到这样的沈飞，竟然心中涌现恐惧。他武功高强，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因为不管对方是谁，就算他打不过也能轻易逃脱，所以从来都是他杀别人的事。沈飞举起刀，直接砍掉了英姑的一条手臂。
师妹，荣王妃，求你放过我师妹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刚刚你就是用这只手伤了我的仔仔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？英姑恶狠狠地看着沈飞，想要运功反击，但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你何时下的毒？沈飞没有回答，手起刀落，又砍掉了英姑的一条腿。你不是人，竟然如此折辱我们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英姑，这感觉好不好？你刚才不就是这么对待我的仔仔的吗？把他像个小老鼠养弄。无论你和楚成燕有什么仇怨，都不应该牵扯到我的孩子身上。还有，你不是说他灭了你满门吗？那怎么还把你留在这世上？我是杀了你的孩子，现在要杀要剐，悉随尊便。说完这话之后，不舍得看了一眼张道长。沈飞一下子就抓到了英姑的眼神。哎呦，原来是师兄师妹有情呀！真好啊！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就死的。但刚刚失去亲人的痛，你也要体验一遍。说完，沈飞直接拿出一瓶药水洒在了张道长的身上。魔女，你是魔女？不，师兄！英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她亲眼看到师兄好好的一个人变成了一滩血水。英姑活到了这把岁数，头一次见到这么狠毒的人。荣王妃，你不是人！我当然可以不是人，你不该伤了我的孩子。既然你随意对一个孩童出手，就应该有接受惩罚的后果。啊，差点忘了，你会功夫，说不上什么时候，嗖一下就飞走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沈飞从空间里又拿出一个锐利的匕首，挑断了英姑剩下那半只手脚的筋。王府护卫和没有死的假道长们虽然距离远一些，听不清荣王妃说了什么，但他刚才那一番操作也是看见了。他们觉得此时的荣王妃真的是疯魔了。王府护卫很庆幸他们是和荣王妃一伙的人，否则很难抵挡杀疯了的王妃。藏在霄云观的贼人们都是满脸惊恐，他们甚至觉得那些被一刀捅死的人很幸福，至少不用像英姑那样受到这些非人的折磨。皇宫内，朝会还没有结束，主要是朝臣们发现今天的御史们有点猛啊。本来已经解决了荣亲王的事，就可以下朝了，可是一向不常和朝事的耿御史开炮了。耿御史的年龄比陈御史还大，也快到了告老还乡的年龄，所以这一年来很少出动。御史台有4名御史，耿御史真的很少弹劾人了。虽然御史是个大喷子，但是快退休的大喷子也得给子孙留条后路，不能把路都堵死了。可是今天耿御史把炮火直接对准了赵国公。没错，就是赵国公，那个出了一个皇后一个太子妃的赵家。朝臣也是瞪着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耿御史。总之听下来的大致意思就是赵家子嗣，无论嫡支和旁支的子孙，仗着皇后的面子在京城没少作乱。陛下，臣以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赵氏子弟拉帮结派，欺男霸女，敲诈老百姓，无恶不作，还请陛下圣裁。耿御史一口气说了赵氏宗族子弟的罪责，还都是有名有姓的，一看就是事先调查过的，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，就是这样的证据都有。这也是让朝臣们目瞪口呆，纷纷在心里赞叹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耿御史不发威则已，一发威就是个大的。陛下，是臣管束不力，还请陛下责罚。赵国公满脸是汗，他开始没有多在意耿御史的话，毕竟京城的高官人家，谁家还没有个纨绔呢？满朝文武谁敢保证自家的子孙后代个保个是个好苗子？
可是耿御史还提到了他的族弟，那件事隐藏得很深，他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被查出来了，毕竟都过了10多年了。所以赵国公满头是汗，等候皇上的责罚。皇上坐在上首，挪动了一下屁股。哎呀，今天的朝会时间太长了，他不仅是肚子饿了，就是屁股都坐僵了。这时候，一个小太监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在冯保耳边低语几句。冯保心中惊讶，急忙来到皇上身边，小声禀报：什么？皇上！皇上顾不得其他，急忙站起来离开大殿。冯保喊了一声退朝之后，就快步跟了上去。朝臣们都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会让皇上如此惊慌。老耿，今天你为什么出这个头啊？赵家的毛病他们不是没发现，但是谁敢弹劾当朝国舅爷呀？这真是老虎屁股拔毛，嫌命长了。作为御史就应该纠察百官，我只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，就像你一样。耿御史说完这话，就脚步匆匆地离开了。陈御史心想，这老家伙没说实话。不过到底是多大的利益会让这老家伙出手，或者是谁的手笔呢？皇上那么惊讶，绝对不是皇上安排的，那是谁呢？陈御史想到李御史弹劾的人，眉头一跳，难道是荣王府的反击吗？可是到底是谁的手笔？仅仅是1天时间，就搜了赵氏宗族这么多罪证，甚至包括10多年前的。荣王府一家子就没有个能掌事的人，那到底是谁呢？不过这有仇就报，恨不得不过夜的性子，和先帝有点像啊。可是总也不可能先帝回来帮忙了呀。陈御史摇晃了一下脑袋，把不切实际的想法摇走。冯保，快派上禁军，立即去宝华山霄云观。是陛下。父皇，父宝弟弟在霄云观遇袭。是，臣知道。没事，他会没事的。他是真龙天子，有龙气护身，不会死，不会死的。很快，京城的禁军就出动了。今日唐之陵罕见的来上职了，主要是为了听听朝廷对他的处罚。朱坤鹏在给唐之陵做完证之后，回来之后就对着唐之陵邀功。唐之陵没有搭理他，毕竟要不是他请自己去青楼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两人正互相讥讽，谁也不让着谁的时候，就有王府护卫来报：王爷，宝华寺出现了怪事，只要有人上山就手脚无力，口吐白沫。还有这怪事？王妃和世子呢？王爷，王妃和世子都去了宝华山，但去的是霄云观。咱们府中护卫上山，走到一半都倒地不起，邪门的很。唐之陵却是想起沈妃在北地使用的毒气，这症状都对得上。可是能让沈妃动用这个手段，那一定是发生大事了。唐之陵急忙起身往外跑，朱坤鹏急忙跟上。由于唐之陵出发的早，所以没被皇上带的禁军堵在路上。皇上挥了挥手，立即就有禁军上去把大门给撞开，门应声倒地，一下子就暴露了里面的情景。众人看到道观内的情景，也是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沈妃！唐之陵快步向沈妃跑过去，一把搂住她。你来了。跟在后面的皇上众人，他们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景，地上都是尸体，很多很多尸体，他们数不清是多少人。沈妃，怎么只有你？你身后是花花还是小叶子？仔仔呢？对，小福宝呢？小福宝，我的小福宝。然后身子瘫软下来，直接昏了过去。沈妃的晕倒吓坏了唐之陵，也急坏了皇上。沈妃，沈妃！唐之陵搂着沈妃，担心不已。皇上挤到沈妃身后，想看看她身后背的孩子是不是小福宝。等拉开一个怪模怪样的面具之后，皇上失望了。不是小福宝，不是。父皇，福宝弟弟不在这里。搜，去找荣世子，就算把宝华寺放过来，也要找到荣世子。是。唐之陵看着昏倒在他怀里的沈妃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擦拭着脸上的血，时不时的还要哄一下小叶子。唐之陵想到沈妃的空间，知道小福宝曾经去过。
唐之灵已经知道进入沈飞空间的条件，他现在并没有太担心小福宝，反而是另一个女儿花花不在，他很着急。武丹、武阳，你们也去找人，重点找一下花花的踪迹。是王爷。唐之灵想到沈飞一定是在山上暴露过空间的存在，还有，通知王府的护卫，霄云观里所有活着的人都控制起来，我要亲自审问，包括王妃身边的护卫都算在内。是王爷。于是荣王府的人也开始行动起来。霄云观除了这些贼人，还有一些真道士，他们也是没想到道观里还藏着那么些贼人。平常没有张道长的吩咐，谁也不敢过去打扰。两伙人打仗的时候，他们藏在屋子里瑟瑟发抖，不敢出来。后来更中了神经毒气，人都昏了过去。至于曹氏和他的2个女儿，本来只在房间里休息，后来知道霄云观有贼人的时候，都藏在房间里不敢出去，倒是派了婆子出去打听消息。后来也就动都不能动了，所以也都瘫软在房间里。皇上在山上并没有找到小福宝的踪迹，他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伤心。毕竟尸体没找到，那就有生的希望，可是人也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还是被贼人给带走了。皇上还真希望是这个结果，这代表人还活着。皇上现在只能把希望放在沈飞身上，希望他能赶快醒过来。荣亲王，荣王妃醒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快带着荣王妃回去，找个太医给荣王妃看看吧。皇上，你和太子也尽快和我下山吧，这山上气味不对，待久了恐怕身体有碍。朕不走，小福宝还没找到呢。哎，皇上，山上的毒气对身体有害，还是尽快下山，在山下等也是一样的呀。唐之灵非常笃定，小福宝一定好好的待在沈飞的空间里，毕竟危急关头，沈飞的空间就是保命符，因此才尽力的劝皇上下山。这时候太子跑了过来。父皇，霄云观已经清点过了，没有福宝弟弟，他或许被人带走了。另外，宝华寺的香客全都中毒了，全都浑身瘫软，呕吐不止。父皇，这宝华山或许是被人下毒了，咱们要尽快下山呢。太子此时要比皇上冷静，毕竟他亲自带人去排查过的，山上没人，再继续在山上也没用。更何况宝华寺是长安城最大的寺庙，每日来上香的香客众多，现在全都出现怪病也不是一件小事。毕竟宝华寺是在长安城附近，这要是传出了什么谣言，对他们大禹朝很不利。父皇，宝华寺那边也要尽快派人处理。好，下山吧。于是众人一起下山。沈飞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荣王府了，宋太医亲自过来给沈飞把的脉。沈飞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唐之灵也是没想到沈飞竟然怀孕了，他记得沈飞说过不想再要孩子了，所以两人也是喝了药的。但是唐之灵忘了，他和沈飞是百毒不侵了，那么那避孕药也是不管用的。沈飞，小福宝在你的空间里对吧？花花呢？花花在哪里啊？小福宝和花花都在，我带你进空间。唐之灵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看到沈飞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唐之灵，仔仔受伤了，很重。等到唐之灵进了空间，看到昏迷不醒的小福宝，也是心中绞痛不已。小福宝他竟然伤得这么重。他没想到最应该安全的小福宝才是伤得最重的。小福宝，娘会救活你的。小福宝躺在高级修护箱中，可以缓解身上的疼痛，加上吃了沈飞的药剂，人虽然是昏迷的，但还能看到小肚子的起伏。要不要把小福宝带给太医看一看？他们毕竟是太医，应该也能帮忙吧。沈飞毕竟不是医生，他只是科研人员，他也在思考唐之灵的意见。沈飞，这个蛋这么小，可以带出去的吧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拿出去就没有电了。那就不能把电也带出去吗？对，我这就去找，实验室里有发电机。沈飞不管唐之灵，急忙往楼下跑去。唐之灵虽然担心小福宝的伤，但是也关心另一个女儿。刚才听沈飞说花花也在空间里，但是他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花花。唐之灵觉得沈飞的实验室有害的东西不少，就怕花花一个7个月大的小婴儿碰到受伤，于是唐之灵就在实验室里找了起来。花花，
花花小身子一僵，然后转过头，看到唐之灵皱起小眉头。他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自己这么丢脸，虽然这个男人是他这辈子的老爹，他还是觉得非常不自在。哎，怎么到处乱跑呀？额头都磕坏了吧？花花的伤确实是从3楼爬下来的时候磕的，他手中紧紧地攥了一本书，他下楼就是为了找这个东西。唐之灵见花花拿着书，还以为是他拿着玩的，就想抢过来放下去。花花可好不容易拿到书，怎么能给唐之灵呢？小嗓子立即就叫了起来。甚至还发出了几个单音。唐之灵吃惊，这还是他那个不爱开口的小闺女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花花抱着一本书不撒手。沈飞没有在意，这间实验室本来就是他师姐的，所以东西也就都是花花的，他想怎么做都行。毕竟他师姐能来到这个世界，好像和他也有关系。当初实验室爆炸，他师姐就在隔壁，应该也是受了他的连累。还要就给他看吧。花花看到沈飞就这么走了，他手中的书看都没看，也是非常失望。他现在只能等着能开口说话。沈飞，这个黑盒子就能有你说的电吗？这是小电机，等电用光了再来实验室充电就好。于是两人就回了3楼。沈飞直接把小福宝的修护箱和电机都带了出来，毕竟他们一家子不能一直在空间里，他们都是王府的主子，消失太久，王府的下人会察觉的。这时候就听到了外面的喊声：王爷，王爷，太子来了！其实下人已经喊了一会儿了，就是没有反应。我去应付太子，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小福宝现在的状况。沈飞也有些头疼，他不想暴露空间，但是太子和皇上确实非常关心小福宝。太子这时候来了，一定是来问当时的情况的。你先出去应付，就说我还没醒呢。啊，这借口太烂了吧。你快去。趁着修护箱断电的空档，他又给小福宝喝了2瓶药剂，确定他不再流血之后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也不知道你脏腑伤的情况。沈飞把罩子关上之后才插上电源，修护箱开始工作。小福宝的表情又平和下来，嘴角甚至在微微上翘。沈飞没有发现刚刚断电的这段时间，小福宝疼得皱起了小眉头。沈飞在思索解决办法，药剂已经都给小福宝喝了，维持他的生命体征和醒来都不难，但是小福宝醒来之后能不能像从前那么健康是个难题。沈飞注意到了花花的存在，走了过来。花花，花花见到沈飞来了，啊啊2声，然后就指着其中一页给沈飞看。沈飞看到了那页的内容，很兴奋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脐带血，这里面装有干细胞，干细胞可是号称生命种子。我有办法了。花花，你太厉害了。花花又伸出小手拍了一下沈飞的肚子。沈飞立即明白花花的意思了。对，我要小福宝亲生兄妹的脐带血。唐之灵正在应付太子，刚说沈飞还没醒，就听到了沈飞的说话声和笑声。太子也是探寻地看着唐之灵，觉得他有事也瞒。沈飞太高兴了，他一把推开房门，兴冲冲地道：唐之灵，咱们得快点再要一个孩子。那个沈飞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啊！沈飞这才想起来太子来了，刚才他是太兴奋了，不过不能给唐之灵拆台。才醒的。太子抽了抽嘴角，你俩猜我信不信？那也是够巧的。不过太子也没有深究2人撒谎的原因，他最想知道小福宝在哪里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山上为什么没有小福宝的踪迹。他那么小，除非是被人带走了，否则不会找不到。太子和皇上都已经把宝华山排查了好几遍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至于被荣王府带回来的护卫，现在有的人还昏迷着，有的人也说不清楚，什么突然间就没了，突然间就出现的，说的都是什么呀？太子猜测那些人神志不清了。太子是去过北地的，唐国公那些部下出现的症状和宝华寺山上的人出现的症状是一样的，他就知道这是6皇婶的手笔了。
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没有服药的人最后的惨状，有的疯了，嘴里神神叨叨地说着胡话，有的人容貌腐烂，人不像人，总之都非常恐怖。所以他这次来，除了追问当时的情景，还是来求药的。毕竟宝华寺那些人都是无辜的，必须要立即救治，否则百姓们恐慌，或许会推到天罚等事情上，这样对他们楚家可不利啊。六皇婶，是不是有福宝弟弟的消息了？沈飞有点为难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过现在瞒着似乎也瞒不住了，毕竟刚才他太开心了，完全不像是小福宝丢了的样子。您这么开心，想必是知道福宝弟弟在哪里吧？还有，你说再要一个孩子，是想重新生一个福宝弟弟吗？沈飞暗道，果然是暴露了，他刚才太兴奋了。想到太子的为人，沈飞觉得可以试着拉拢，毕竟这小子还陪着小福宝亲自去找他们了呢，人是不坏的。谁料沈飞刚想开口，就听到皇上驾到！啊，参见皇上。父皇，荣亲王、荣芳妃免礼。皇上看了一眼沈飞，发现她也就是个小姑娘，年纪和她的大公主差不多，两人也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。皇上对小福宝特殊，但是在别人面前他还是威严的皇上，他自然是不可能站在门外的，于是就率先往厅堂里走去。沈飞和唐之灵互相看了一眼，就知道瞒不住了。皇上才走进厅堂，就被眼前的东西吓了一跳。小福宝。他快速地走到修护箱面前，透过透明罩看到了里面的小福宝。荣王妃，小福宝怎么在这里？这都是什么？太子也围着修护箱转圈圈，仔细打量。不过他没有皇上那么惊讶，他也是见过沈飞从前拿出来的防毒面具和喷洒农药的药壶，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六皇婶，福宝弟弟在里面有什么用？会帮助他恢复吗？这是修护箱，小福宝躺在里面，可以帮助他恢复身体，也能减少疼痛。这么神奇，那这个蛋是哪里来的？太子目光炯炯地看着沈飞，就想知道个答案。皇嫂可真是什么东西都能变得出来。我就是仙女本身嘛，修护箱就是我变出来的。屋子里的众人都无语了。唐之灵真想捂脸，但是空间的事不能暴露，他还在努力地想借口。而皇上却不想听沈飞胡扯了，他看着小福宝一起一伏的小肚子，知道他还活着，心里就放松不少。太医瞧过了吗？还没有。皇上也知道了荣王妃的顾忌，皇上不想现在追究这怪东西是哪里来的，能保住小福宝就行。毕竟荣王妃在他这里是个异类，能生出他老爹的人怎么能正常？还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点子，高产的良种，从来没见过的蔬菜，玻璃、镜子、水泥，还有解决了唐国公几万大军的毒气。以上种种都说明荣王妃不是个普通人，或者不是他们这个世界的人。这样的人要是落在别家，皇上会立即解决掉他。可是她是楚家的媳妇，是他们老楚家的人，还能把父皇给送回来，帮助他稳固江山，这就是他们大禹朝的福星啊。所以皇上也就不追究了，也不想听沈飞编那些漏洞百出的借口。把宋太医叫过来，给小福宝看一看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宋太医进来之后，见到修护箱里的小福宝，并不惊讶，毕竟他们家就是见证过荣王妃药剂的神奇的，那药可以称之为神药，所以现在见到什么另类的东西，宋太医都不奇怪。宋太医给小福宝把过脉之后，急忙跪在地上。启禀皇上，荣世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皇上听到宋太医这么说，就开始冒冷气，想到他当初是宋燕救过来的，于是开口问道：那你儿子宋燕有没有办法？宋太医有一种我命休矣的感觉，他儿子有几把刷子他是清楚的，儿子只对毒药有研究，然后现在还退步了。启禀皇上，小儿擅长解毒，荣世子是脏腑受伤严重。你们宋家不是有神药吗？赶紧拿出来。皇上，神药之事是谣传。宋太医，朕看你是活腻了，到了这个时候还敢藏私。皇上，那神药，
皇上和太子也发现了，宋太医频频地看向沈妃。沈妃已经把修护箱的电插上了。见到屋子里的人都看着他，宋太医还一脸恳求地看着他。那个药是我卖给宋燕的，小福宝已经喝过了。皇上和太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太子心想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还有，皇婶说他是仙人的事，是不是真的？宋太医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陛下。荣王妃，小福宝这样还能醒过来吗？只要1年，小福宝就能好了。这要1年？这么久才能醒过来？沈妃，小福宝要昏迷1年，他这么小，还有长期不进食，也挺不了几天呀。不是要1年才醒，虽然仔仔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不会太久。这期间我会给他打营养针，不用担心，等到咱们生了孩子，我就能保证小福宝活蹦乱跳的了。咱们生孩子？是，我要脐带血，所以才要1年的时间。不用1年了，沈妃。太医说你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这样算下来，小福宝等7个月就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太好了。皇上看着两人自说自话，头疼得不得了。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？太不靠谱了！什么脐带血啊，简直是胡闹！他也是魔怔了，才在这里问2个250讨主意。他担忧地看着小福宝，只有看到他起伏的胸口，心里才没那么烦躁。荣亲王、荣王妃，宫中太医众多，朕就把小福宝带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带走我的孩子。荣王妃，宋太医的医术不行，其他的太医或许有办法。把小福宝给那些庸医才活不了多久，我的孩子不能离开我身边，谁都不行。好吧，那朕明日再来。皇上觉得还是得派人在大禹朝找神医才行。最后，皇上和太子一起离开了荣王府。皇后也是没想到，那么巧，荣王妃那日出城竟然会真的遇袭。皇后娘娘，三公主真是万幸啊！老奴听说霄云观死了不少人呢。嬷嬷，你说荣王妃当真那么厉害？是，老奴听回来的禁军说，荣王妃一人解决了大半贼人，那么多人都是荣王妃一刀一刀砍死的。那么一个小姑娘，怎么就那么狠呢？徐嬷嬷很无奈，谁遇袭了不拼命反抗啊？娘娘，听说是王府的荣世子和花花郡主也失踪了，生死不知啊。老奴猜测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荣王妃才失控的吧。皇后轻轻地哦了一声，没有发表意见。老奴觉得荣王妃作为一个母亲，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，想必娘娘为了三公主和太子也会拼命的。徐嬷嬷不想皇后盯着荣王府，平白无故的惹荣王府，所以就尽量说些好话。嬷嬷，你先下去吧，本宫累了。是，娘娘。徐嬷嬷离开之后，大宫女翠萍道：皇后娘娘，徐嬷嬷最近一直帮着荣王府说好话呢。翠萍上次被徐嬷嬷敲打了，心里很不爽，所以也是在皇后面前给徐嬷嬷上眼药。皇后没有斥责翠萍，让翠萍心中暗爽。她知道皇后是听进去了。娘娘，奴婢倒是觉得荣王府的事儿是好事儿。哦，怎么说？娘娘，荣世子那么聪慧，皇上又看重他，奴婢觉得荣世子也是没命享受这份恩宠，毕竟福薄的人怎么能和太子比呢？这不，上天都看不惯了，亲自来收了。是啊，有的人不配。娘娘，奴婢觉得荣王妃这个人也不得不防。皇后的笑容快速隐去，她确实看不上沈妃的做派，也讨厌她的好运气。和先皇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，那么好生的，要不是因为小福宝，荣亲王还想被封成亲王，做梦吧，就是想认回来都难。娘娘，荣王妃遇袭，
皇上和太子都急忙去营救，这恐怕天下人都嘲笑皇家。翠萍的话像一股重锤，狠狠地锤在皇后的心窝处。徐嬷嬷很无奈，她在仔细琢磨皇后最近半年的异常。从前的皇后可不是这样的脾气暴躁，情绪外露。皇上后宫的女人这么多，皇后虽然偶尔有吃醋的时候，但是很快就能转变过来。可是现如今怎么还没有当姑娘的时候沉稳呢？徐嬷嬷快步地离开坤宁宫，然后向东宫走去。太子刚从荣王府回来，就听到了太监来报，说是徐嬷嬷找他。快请。很快徐嬷嬷就被请进大殿。奴婢参见太子。嬷嬷快请起。太子殿下，奴婢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皇后娘娘的事。我母后她发生何事了？徐嬷嬷把皇后娘娘这段时间的异常说了一遍。殿下，娘娘这半年来性子大变，暴躁易怒，但是请了太医，只说是心火旺盛，老奴觉得不对劲儿。而且皇后娘娘尤其针对荣王府，特别是荣王妃和荣世子。太子听了徐嬷嬷的话，也是在仔细回想皇后这段时间的异常。徐嬷嬷，你说母后的异常是这半年的时间？是，从前娘娘是很沉稳的，小事情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如今因为我的劝谏多了，娘娘也烦了奴婢。太子却是在仔细回想时间线，半年前，那就是他父皇清醒之后，朝廷正在对抗东西突厥的侵袭，还要对抗造反的唐国公。这时间是不是太巧了？太子想到皇上遭到的算计，那他母后是不是也被算计了？还是说这个母后不是真的？嬷嬷，我母后从小被您照顾到大，你看现在的母后是真的她吗？殿下，老奴每日照看皇后，奴婢敢保证，皇后就是脾气变了，人还是原来的人。那就好。徐嬷嬷，你仔细和我说说，我不在宫中的日子都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是，殿下。于是徐嬷嬷和太子两人谈了好久，才离开东宫。明月，王爷去了哪里？王妃，王爷又出府了，还没有回来。这人还神秘上了。这时候徐慧过来禀报：王妃，王妃。徐总管，怎么了？啊，王妃，现在京中有了不利于你的流言。哦，没事，我过去就没少被人说，不必在意。这次可不一样啊，王妃，现在都在传你残害云霄观的无辜道人。沈妃听到是这样，冷下脸。走，咱们出去，我看看外面的人都说了什么。沈妃为了不被人识破，还戴上了假面具，乔装成了男子的模样。她带着几名护卫去了京城的茶楼里，都坐了坐。果然很多人都在说她的事情，什么她心狠手辣，滥杀无辜等等。当然除了这件事，还有宝华寺众人出现怪病，是不是天罚，然后又扯到大禹朝连年战事等等。沈妃越听越不对劲，这事说小了是他残忍藐视法律，往大了说就是楚家人不配掌管江山呀。他这个楚家儿媳妇也是楚家人呢，那犯的错也是楚家皇室的错。总之中心思想就是这个意思。有的甚至更过分，竟然还有说他和皇上，他和太子的谣言。沈妃越听脸色越臭，极有资历，这事情绝对有人推波助澜，否则百姓不会知道的这么详细。还有那些不好的言论，绝对是有人故意引导的，为的就是打击皇上的公信力。还有就是给皇上和太子身上抹黑，太狠毒了。徐慧，英姑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英姑被皇上的人带走审问去了。徐慧，你去派人打听看看，怎么才能见到英姑？我要见她。是，王妃。乔山、乔宇，你们回来了。属下乔山参见王妃。属下乔宇参见王妃。之前小福宝听沈妃念叨这俩人，才特意向皇上要的人。
他们也是从外地匆忙赶回来的。王妃，属下和妹妹两人以后就是荣王府的人了。太好了，正好有事让你做。是，请王妃吩咐。乔杉，现在京城有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是，王妃，交给属下。徐总管，乔杉以后就是咱们王府的人了，那些护卫都听他的吩咐，明白吗？徐慧在心里念叨：吝啬呀吝啬，你再不回来，护卫长的位置可就不保了。是，王妃。谢王妃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，沈飞仔细回想，他总感觉有一张大网想要向他们扑过来。本来他以为解决了假的唐国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可是现在显然不是。想到假的唐国公，沈飞想起新加入的头发样本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可以再做个实验。沈飞转身进入了空间，想到唐国公到处播种的习惯，就把他的样本和曹氏的2个孩子做了 DNA 实验。沈飞没想着能出结果的，毕竟左尚书和唐国公是2个人，怎么能有牵扯？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巧，曹氏的2个孩子虽然不是唐国公的孩子，但是他们有血缘关系。沈飞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，这说明左安怀和唐国公是亲人。可是那个唐国公是冒牌货呀。沈飞想起芸娘，这女人是唐国公的帮手，于是芸娘3个孩子的样本也被沈飞拿来和曹氏的女儿做了 DNA 实验。结果沈飞只能用卧槽来体现了，芸娘的第3个孩子是左安怀的，因为那个小姑娘和曹氏的女儿是亲姐妹。沈飞飞快地转动脑瓜子，他觉得自己抓到了一丝丝头绪。沈飞想到左乐轩说起左安怀经常去霄云观，那么霄云观的贼人是不是左安怀的人？而左安怀只是个礼部尚书，难道他还想推翻楚家江山？假的唐国公想造反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着？沈飞觉得自己大意了，那时候应该好好的关注一下原因来着。沈飞快速的出了空间。明月，王爷还没回来吗？王妃，王爷还没回来。沈飞不知道唐之陵现在正在皇宫里，皇上又收到了弹劾唐之陵的折子，有些是弹劾唐之陵治家不严的，当然也有的是直接弹劾沈飞的，弹劾他滥杀无辜，甚至要求斩首荣王妃的意思。皇上看到这样的折子也是非常恼怒，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沈飞那完全是自保，小福宝伤得这么重，那些人死有余辜。是死有余辜，可是荣王妃好歹也要留几个活口审问呢。她倒是好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像是切瓜一样，全都解决了。她倒是痛快了，可是那些人全都死了，一个口供都没有。不是还有个白发女人吗？那人没了一个胳膊和一条腿，现在就剩一口气了，样子惨得不得了。他这样能给你的王妃作证，恐怕他啥都没说，就证明了你王妃狠毒。唐之陵想起英姑的模样，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。确实是。太医已经诊断过了，那女人没了一条胳膊和腿，剩下的胳膊腿的手脚筋全断了。总之，要查出英姑的身份，要证明这些贼人的身份有问题，还有那些穿着道袍的人是假的才行。唐之陵想到道观剩下的道人。皇上，还有一些道人是活着的，他们可以证明沈妃是无辜的吧？朕已经派人审了，他们都是新来霄云观的，知道的不多，而且当时他们都藏起来了。这时候冯保在殿外禀报：皇上，太子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太子快步走进勤政殿，脸色也是很难看。父皇，京中出现了好些流言。于是太子把京中的流言说了一遍。岂有此理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朕昨日才见到荣王妃是圆是扁，竟然被如此污蔑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皇上觉得传沈妃凶残的话还说得过去，毕竟他那日看到沈妃拿着刀的样子也是吓了一跳。可是传他看上了荣王妃，爱慕荣王妃的事，这就过分了哈。他的眼光可是很高的，随便他身边伺候的宫女都比荣王妃有姿色。
皇上喜欢明艳妖娆的女子，沈妃这种小白花的长相，在皇上眼里连素菜都算不上，顶多勉强算是个咸菜。她每日吃着山珍海味，就算换口味都换不上荣王妃这样的女子。皇上气得转圈圈。查，快去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造谣。哼，朕会看上荣王妃？那么丑的女人，朕会看得上吗？皇上实在是太气愤了，都忘了唐之陵的存在。唐之陵也很生气，竟然传这么离谱的谣言。不过皇上的话也很难听，他的王妃哪里丑了？明明美得很。皇上，你这话有些过分了啊。朕这是气糊涂了。启禀皇上，荣王府传来消息，荣王妃想要见见那个白发女人。荣王妃说没说什么原因呢？说是荣王妃要亲自审问白发女人。那女人疯疯癫癫，疯了的时候说的话不可信，清醒的时候又嘴硬得很。荣王府能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可以让我的王妃试试啊，她可是很厉害的，一定会有结果。皇上无语地看着唐之陵，但心中也有些期待。他觉得白发女人很可疑，毕竟这女人疯了的时候，口中一直喊着父皇的名讳。皇上还是很好奇，这女人和先皇当年的关系是如何的。关系一定不简单。唉，可惜小福宝还没醒过来，否则就可以亲自问问了。太子，你和荣亲王一起去听听，看看荣王妃有什么手段。皇上觉得以后他最好和荣王妃不要见面。哼，竟然有如此不堪的谣言，不知所谓。太子也好奇沈妃有什么手段，他和皇上想的不一样，虽然也有传他和沈妃的谣言，但是太子不在乎，他更好奇真相。是父皇。太子和唐之陵离开勤政殿之后，王府那边也接到了消息，两方人马就这么在监狱前会合了。你这身衣服乔装一下，不刺激那疯婆子。沈妃害怕英姑看到自己疯病更严重，所以给自己换了一张脸。太子见状很满意，很好，很合适，这样就不怕有流言了。太子和荣亲王亲自来的，所以看守的人员立即放行了。狱卒把监牢的门打开之后，沈妃三人走了进去。英姑听到动静，本来无神的眼睛闪烁一下，但很快就隐藏下去，然后又继续疯疯癫癫，嘴里开始嘀嘀咕咕起来，看样子也是疯得很。他一直这样，审问对他没用，不知道他们那伙贼人聚集在京城是何目的。还有，萧云冠能躲过上次的排查，一定有内应。萧云冠的事，你过后好好和我说说，咱们互相交流一下情报，到时候用我的聪明脑袋给你分析分析，没准儿咱们就有结果了呢。好，沈妃满意了。她刚刚已经注意到了，英姑看似疯了，可刚才明明在认真听他们说话。她快步走到英姑的身边，英姑下意识地瑟缩一下，然后才呵呵地傻笑起来。沈妃直接薅了几根头发放在了空间里。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英姑好似只听到伤害这个词，身子僵硬。不要怕，放轻松，我不是坏人。沈妃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怀表，轻轻地在英姑眼前摇晃。英姑见到突然出现的东西，还以为是暗器，下意识闭眼，发现没有痛感之后才睁开眼，直接对上了晃动的怀表。放轻松，深呼吸，1、2、3，睡。英姑果然闭上了眼睛。太子惊奇地看着沈妃的动作，皇婶还真会法术。就是唐之陵也是第一次见到沈妃催眠，所以也是好奇地看着这一切。英姑，你遇到了你的仇人楚成燕，你想要杀他？是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给我的家人报仇。你家人都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孟彩英，我是孟家大小姐。对，我父亲是孟文成，我很受欢迎，皇子们都喜欢我。你不是喜欢楚成燕吗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不，楚成燕不是真的喜欢我，他接近我是为了扳倒太子，他找到了我父亲的罪证。
我太傻了，太傻了。英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情绪很激动。沈飞害怕她醒过来，急忙安抚：“你报仇了，楚成燕死了，死了。”是，他死了，对，是丹药死的。我报仇了，给我爹娘报仇了。太子没想到是这个原因，他紧紧地攥紧拳头。唐之灵害怕他冲动，急忙拉住他，害怕太子打断沈飞的询问。既然报仇了，怎么又来到霄云观？霄云观是师兄的道观，我在等机会，除掉楚敬德，杀了他最喜欢的儿子，也让荣春华那嚣张的女人尝尝丧子之痛。太子的身子僵硬，这人竟然是冲着他父皇来的。还有，这老女人是皇祖母的情敌吗？太子心里很复杂，同时也想说给小福宝听听，都是他惹出来的情债。所以你找了左安怀做帮手，让他给你制造机会。安怀？啊，对，安怀很了不起，他当了礼部尚书，我们就要成功了，我们就要成功了。太子听到左安怀，一下子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。礼部可是组织慈祀、享祭、国祭等活动的部门，左安怀是礼部尚书，那找到机会在祭祀中做手脚，岂不是很容易？太子想到这里，心中胆寒，同时也是非常庆幸，这个时候抓到了左安怀这个幕后之人。你和左安怀是什么关系？沈飞问到这里的时候，英姑明显很排斥，一直摇晃脑袋，脸上也出现了狰狞之色。沈飞知道只能问到这里了，不过已经够了。放轻松，不要怕。沈飞直接打了个响指，啪的一声，英姑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神还有些涣散。走吧，先离开这里。太子，你爷爷死的时候是多大岁数？六皇婶，你怎么能用死这个词？不用死用啥？哦，也对，那就文雅一点。先皇驾崩的时候多大岁数了？55岁。沈飞记得左安怀是38岁，算起来也是能生得出来的岁数。走吧，我回去做个实验，或许你会多个叔叔。什么？你说左安怀是先皇的儿子？这不可能，左安怀和我们楚家人一点都不像，不可能。而且他比我父皇的年纪还大呢，不可能。他长得和你们也不像啊，他还是你叔叔呢。太子一噎，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唐之灵的脸庞。六叔还是像的，我们的眼睛一样，真的。六婶，你仔细看看。是不是？等我回去做个实验就好了。不过我这里没有左安怀的样本，只有他女儿的。要是有他的头发或者是血就好了。放心，不就是头发吗？我这就派人去找。行，那找到之后立即送到荣王府，我等着用。好。沈飞和唐之灵一起回了荣王府，太子则是飞快地往宫里赶去。等到皇上听到太子的禀报，先是震惊，最后是恼怒。荣王妃这人还真敢想啊！那左安怀怎么能是父皇的孩子？这绝对不可能。父皇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也是皇婶在胡说。我已经派人去拿左安怀的头发了。没想到左安怀藏得这么深。父皇，要不要派人把左安怀拿下？先不急，看看朝中还有哪些人跟左安怀暗中勾连。不过也要派人看着左安怀，防止他逃跑。是，父皇，孩儿会安排好这一切。太子想到白发女人姓孟，就追问道：父皇，那女人姓孟，叫孟彩英，她父亲是孟文成。竟然是他。父皇，孩儿记得这人是骠骑大将军，还是承前太子的旧部。是，你皇爷爷这皇位来得不容易啊。皇上只感慨了这一句，就不继续说了。总之都是从前的事，皇位之争从来都是要流血的，没有对错，只有输赢。父皇，孩儿先去荣王府了。六婶说实验结果很快的。皇上心中也好奇，他忍了又忍，才开口道：朕和你一起去听听吧。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。皇上下午的时候才说以后不要和沈飞见面，两个人来个王不见王，现在没忍住好奇心，还想尽快知道消息。
于是皇上和太子两人又悄悄出宫去了荣王府。皇上和太子到的时候，沈妃正在空间里做实验。唐之陵出来招待皇上和太子。沈妃已经拿到了左安怀的头发，所以为了验证他的猜想，他把左安怀和好几个人都做了对比。左安怀和唐之陵，左安怀和芸娘的第3个孩子，左安怀和唐国公，最后是左安怀和英姑的。结果是左安怀和唐之陵没半毛钱关系，左安怀是芸娘女儿的亲爹，也证明曹氏的孩子是左安怀的。沈妃也算是给左安怀做了件好事，帮他来个亲子鉴定。左安怀和假的唐国公有血缘关系，是亲戚。他和英姑也有血缘关系，但不是英姑的儿子，也是亲戚。沈妃没想到是这个结果，她眼珠一转，想到了一个排除法，于是又立即给左安怀和唐之义、假的唐国公和英姑都做了实验。结果是左安怀和唐之义没有血缘关系，假的唐国公和英姑有血缘关系。沈妃飞快地转动脑筋，虽然有些绕，但是她知道问题的关键是谁了。沈妃快速地出了空间，走到待客厅的时候，发现皇上也来了。参见皇上。沈妃对皇上行了一个不标准的礼，不等皇上叫起，她已经站起来了。皇上心想，算了算了，他终于想起来曾经说过的话，给小六媳妇请个教养嬷嬷的那句话。后来他给忘了，所以就这么放任了小六媳妇的规矩。看来以后得补起来了。不过现在不是关心这问题的时候。荣王妃，有结果了吗？放心，左安怀不是你兄弟。皇上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那皇嫂查到了什么？沈妃没有急着回答，而是开口问道：那个假的唐国公，他母亲是谁？哦，这事儿还牵扯到了反贼唐国公。太子从北地回来之后，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皇上。皇上也知道唐国公之所以造反，和他童年不幸母亲惨死北地有关系，他的目的就是报复楚家皇朝，所以才李代桃僵，筹谋多年。他母亲叫柳香郡，当初他是和小福宝一起亲自审问的假的唐国公，于是把那人的身份说了一遍，自然略过了唐国公虐待唐之陵的那些事。毕竟唐之陵可能都不知道，从前宠爱他的父亲亲自给他下毒。太子不想让唐之陵更痛苦。柳香郡的父亲是柳承继，柳家当年被皇爷爷抄家，男丁斩首，女眷和6岁以下幼童发配北地。不过长安距离北地路途遥远，想必幼童很少能活着到达。柳香郡那时候已经和老国公唐干有了首尾，到了北地生下了孩子，就是假的唐国公。经过太子的讲解，沈妃知道的更清晰了。左安怀和假的唐国公有血缘关系，还有英姑和那2个人也有，但是关系要稍微远一点。你是说左安怀可能是柳家人？我也是用排除法。左安怀和唐之义没有半毛钱关系，那他那份血缘就不是来自唐家。而假的唐国公是唐家人，血缘一半是来自唐干，另一半来自柳香君，所以左安怀必须是柳香君的亲戚。而英姑姓孟，那就不可能和柳香君是亲姐妹，那一定就是表姐妹。按照这样的推断，英姑的母亲必须是出自柳家，还和柳承继的关系很近。沈妃这一通理论虽然有些绕，但是皇上已经相信了，因为孟家和柳家就是姻亲，而柳家获罪还是因为孟家的牵连。孟家是因为站错队，所以满门抄斩；柳家是受到了连累，所以男丁斩首，女眷流放。孟彩英的母亲柳氏确实是柳承继的亲妹，这个左安怀隐藏得够深呀，他这是改名换姓来复仇了。皇上想到这里也是很生气，下面的人调查的也不仔细，这左安怀是冒名顶替了别人举子的身份，还是小的时候被人抱养了自己参加的科考，这事都要查清的。皇上，当年柳家被流放的男童都有谁？查一查，或许就能和左安怀对上了。皇上点了点头，赞赏地看了沈妃一眼。荣王妃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那什么试验的，这一帮贼人掩藏得这么深，真的很难查到真相。皇上说的不错，这要不是有 DNA 实验，怎么能捋得清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？他们也能继续隐瞒下去。唐国公造反，皇上已经清洗了一遍朝堂，可是左安怀还是老老实实的待着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
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两人有关系。朝廷的密探也不是吃素的，没有发现两人有勾连，那就说明唐国公和左安怀是两条线，而且也一定是约定好了的，不管哪一边暴露，另一边绝对不要出手，否则上一次就被连带的查出来了。沈妃被夸奖了，有些得意，她虽然尽力隐藏，还是微微扬起小下巴。皇上看着沈妃的样子也是很无奈，这傲娇性子和小福宝还是有些像的。荣王妃，不知你的试验能不能推广？朕觉得可以帮助大理寺破解好些疑难的案子。这实验只有我能做，教不会别人。皇上心想，这还是个小气的，这股小气抠门的样子和小福宝也很像。皇上要是有需要我帮忙验证的亲子关系，可以送对方的头发或是血的样本给我就好，我可以适当帮忙。皇上点了点头，最后他和太子两人又看了小福宝一眼，就返回了皇宫。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夜。宋御史看到送到家里的那些贵重的物品，心中拿不定主意。老爷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参与的好，那可是荣王妃呀。你要是真在朝会上谏言处死荣王妃，那可真是和荣王府结仇了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荣亲王很爱重荣王妃的。宋御史就是个墙头草，从来都是见到哪方有利就偏向哪一边的。上次陈御史和李御史弹劾，他也就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说了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这是要结死仇的节奏啊！夫人，那大郎那里怎么办？左尚书给的礼可是很重的，不仅有对大郎的保证，可还有这些重礼呢。老爷，咱们家现在已经很好，着实不需要冒险，这些东西还是要送回尚书府吧。宋夫人想起曹氏，又口中呢喃：这曹氏是大户出身不假，但是嫁妆不丰。左尚书寒门出身，这上好的夜明珠，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对，夫人说的对，这事儿咱们不能掺和，我这就派人把东西送回去。宋御史一个机灵，头脑立即清醒过来，于是宋府的管家各自派人把东西悄悄送回左府。翌日大朝会上，说完了朝中大事之后，李御史站了出来：启奏陛下，臣弹劾荣亲王治家不严，荣王妃草菅人命，以至于萧云冠无辜道人惨死。荣王妃手段狠辣，如此暴力，还请陛下处决荣王妃。李御史，荣王妃和荣世子在萧云观遭遇贼人袭击，荣世子到现在还生死不知，朕不知道荣王妃何罪之有啊。他这次明确地帮着沈妃，让朝臣们开始窃窃私语。民间本就有些谣言，现在下面的官员看皇上的眼神都变了。陛下，荣王妃血染萧云观是事实，那些道人已死，更何况那些道人是否为贼人还有待查证。不如先把荣王妃收押，交由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共同审理此案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萧云观无辜道人惨死却是不争的事实，万不可因为荣王妃的身份就轻轻放下呀。左安怀这时候也站了出来，毕竟他找了好些帮手，自己不出面确实是不合适。今天务必要把这件事给定下来，荣王妃滥杀无辜的罪名必须要坐实了。还有人附议吗？站着的朝臣互相看了一眼，又有2人站了出来。微臣赞同此案由3司审押，若是荣王妃真是无辜的，也可以还荣王妃一个清白。臣赞同马少卿的提议。陈尚书没有顺着左安怀的基调说，他是刑部的长官，也想查清楚真相。左安怀看了2人一眼，也算是满意。刑部和大理寺都出来了，看来事情成功了一半，收押荣王妃也是势在必得。左安怀想到他那么多人手就这么功亏一篑，全都死在沈妃的手里，就很不甘心。那么多高手，真是他压箱底的人了。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才，他荣王妃知道多费钱吗？
可是那些人全都被荣王妃像是砍瓜一样的给砍了。不过事情已经成定局，深究没用。事情各有利弊，毕竟那些人都死了，他也算是安全了。他的身世将没有人再知道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如今他的官职还在，人也还在，就不怕没有机会。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不过荣王妃这人必须要除掉，他这人就是个变数。这都已经是第2次了，好像是遇到他们就没有好果子吃。表弟就是如此，要不是因为荣王妃，几万的人马怎么会全军覆没？左安怀想到这里就恨得不得了。左安怀见到陈御史没有站出来，心中恼恨，一直在给陈御史使眼色。可是这个陈御史就像是没看到一样，老神在在的，要不是眼睛还睁着，左安怀都以为他睡着了呢。陈御史不站出来，让左安怀气恼得很。毕竟御史台4个重量级的御史，只有李御史出来，其他人作弊上官，剩下那些低品级的小御史说话的重量也不够啊。左安怀不明白陈御史为什么不在这时候踩荣王妃一脚，毕竟陈御史的外孙和荣王妃还有一段孽缘。皇上看到站出来的这些人，不知道他们真的是左安怀的同党，还是因为某种利益，这都说明这些人都不干净。来人啊！这时禁军统领走了进来。陛下，拿下左尚书。皇上，不知微臣犯了何罪啊？这时候一些作弊上官的大人也站出来了。他们是不掺和荣王妃的案子，但不代表他们可以看皇上无缘无故的处置3品大员。皇上，不知道左尚书所犯何罪啊？这时候给左安怀求情的人还不少，他们不是和左安怀是同伙，平时朝臣们各有派系，互相争斗常有，但面对皇上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又拧成一股绳。皇上这时候不得不亮出杀手锏了。昨夜令策已经回京，带回了重要的消息。爱卿不对，朕应该称呼你为柳爱卿才对啊。朝臣们都面面相觑，有些年老的臣子听到柳这个姓氏，心里震惊，都纷纷向左安怀看了过来。陛下，臣不明白。左安怀，你是罪臣柳沉寂的孙子吧？朕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能隐藏得这么深。你和唐国公2个柳家的余孽，一文一武，想要颠覆我们楚家的江山，还真是胆大包天呢。霄云观的贼人就是你的同党，意图杀死荣王妃、荣世子2名郡主，这本就是死罪，如今还在颠倒黑白。你藏匿了这么多高手，想要做什么？朝臣们听到皇上这么说，都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那些被左尚书收买、今日谏言的官员一下子就瘫软在地，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他们完了，全都完了。不仅是自己的官职不保，可能还会连累家人。宋御史擦了一下脑门的汗，他现在是庆幸不已，昨天没有上了贼船。左安怀身子颤抖，拼命地给自己做暗示，不要慌。陛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但陛下为了替荣王妃脱罪，就编出这个借口，臣不服。怎么，你以为霄云观的人都死了，就没有证据了？来人啊，请荣王妃进殿，朕今日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左安怀还以为皇上有什么证据，没想到只是请荣王妃那个毛丫头，他心里顿时就轻松了不少。他的秘密没人能发现。朝臣们听到皇上请荣王妃进殿，也是面面相觑，这可是朝会呀，让一个女人进来。虽然她是这次事情的当事人，也不必请她亲自来啊。有的大臣当即就反对道：陛下，荣王妃一介女流之辈，怎么可以进入朝堂？是啊，陛下，据臣所知，荣王妃不过是胸无点墨的小女子，既她又是当事人，她说的话也不可全信呀。还请陛下三思。哎呀，请陛下三思啊！皇上要不是知道沈妃那特殊的审问手法，还真不敢让她上朝。
但是听了太子的禀报，他有特殊的办法，能让犯人自己开口说出自己的事，这皇上就好奇了。现在左安怀当庭狡辩，他还就要亲自看看了。怎么，爱卿们害怕荣王妃一个弱女子不成？弱女子？朝臣们抽了抽嘴角，谁家的弱女子这么强悍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直接解决了那么多的高手。陛下，臣同意荣王妃上殿，臣愿意当面和荣王妃对质。若臣是无辜的，还请皇上立即关押荣王妃，让三司一起审查荣王妃。左安怀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拉来了不少朝臣的注意力。有人觉得左尚书更是磊落之人。陛下，左尚书清正廉明，是否有什么误会呀？还请陛下明察。这左安怀的银子可没白花，还是有一些人为他说话的。皇上看了一眼李御史，最近这人蹦跶的太欢了。他不是赵国公的人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向着左安怀了？看来赵家也要好好的查一查了。这赵家可是太子的外祖家，要是真的出现差错，对太子可不利呀。皇上想到太子妃也是出自赵家，心里沉了沉。哎呀，这太子妃的人选当初是大意了，不应该轻易的同意皇后的意见。既然左尚书同意，那朕就请荣王妃和你对质。很快，小太监就去请沈妃了。沈妃和唐之陵早就准备好了，荣王府和皇城很近，就隔着一堵墙。沈妃正伸着脖子看呢，被唐之陵拉了一下。你注意点，这可是大朝会，那里面的人可都是硬茬呢。你看着吧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找场子去。你可不要乱来啊，这毕竟不是家里，里面的人都阴损得很，特别容易给你挖坑，说的话也是七拐八拐的，都不是什么好人呢。这时候就听到小太监喊道：请荣王妃进殿。来了。沈妃检查了一下裙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就直接往大殿里走去。唐之陵看着兴冲冲的沈妃，快步跟了上去。两人一起进殿之后，畅通无阻地走到最前面。臣弟拜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沈妃不知道这时候要怎么称呼自己，就去掉了这个称呼。起来吧。皇上这话说的也是很快，他真怕荣王妃等不到叫起就自己站起来了，那么丢脸的就是他自己了。不过这个教养嬷嬷是要尽快刺过去了。等案子结束之后，他就给荣王妃找两个厉害的嬷嬷过去教一下规矩。沈妃还不知道皇上的险恶用心，否则不会这么兴奋地看着皇上。沈妃的表情太好懂了，那就是一脸写着开始吗？快点开始的样子。皇上有些无奈。荣王妃，左尚书愿意与你当堂对质，你可不要让朕失望啊。是，陛下。左大人还是个中年美大叔呀。美大叔是夸奖人的话吧？不过老左的模样确实不错，否则当年也不会被曹家小姐看上。否则就凭他一个寒门学子能爬得这么快，短短10几年就坐上礼部尚书的职位。没看胡子都白了的贾尚书，一把年纪了还待在工部呢。礼部可是比工部强太多了。左安怀也没想到荣王妃开口就是这么一句话。看着对方虽然穿着王妃的华服，但是面庞稚嫩，还是个小姑娘，就是表情都非常好猜测。这个样子真的和她的乐轩差不多。左安怀很难把她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联系到一起。想到这里，左安怀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暗示，不要轻敌。这荣王妃没准是在扮猪吃老虎，在迷惑他。左尚书，你怎么喜欢和唐国公共用一个女人？满朝文武没想到啊，今天早上来上朝会还能吃到这么大一个瓜。荣王妃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哼，怎么会是胡说呢？我说的是芸娘呀，你不记得了？简直是胡说！本官根本不认识什么芸娘、婉娘的。哦，看来左大人不仅有芸娘一个相好，还有个叫婉娘的人呐。荣王妃，我劝你不要胡搅蛮缠，这里可是大朝会，
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这时候，也有其他朝臣看着沈飞，也都开始小声的议论。实在是沈飞把左安怀和唐国公扯在一起，让他们心中也是猜测不已。唐国公是反贼，要是左尚书真的和唐国公关系密切，那就是抄家灭族的大事。左安怀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才极力反驳：荣王妃，一切都要讲究证据，切莫口出妄言，污蔑本官的名声。本王妃自然是有证据了，你和芸娘可是生了一个孩子呢。不过我也是很好奇，你和唐国公两人也是很奇怪啊，虽然是表兄弟，关系近，那也犯不着用一个女人啊。那个芸娘给唐国公生了个大女儿，又给你生了个小女儿，一点也不厚此薄彼啊。看来他对你们兄弟俩的情分还真是一样的。左安怀脸色铁青，想到芸娘已经和唐府的人一起被斩首了，心里安定了几分。荣王妃，你不要信口雌黄，本官和唐国公没有半点牵扯，竟然说我们是表兄弟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反贼唐国公是唐家血脉，而我是寒门学子。荣王妃，你就算是想找借口，也要找个靠谱一点的。还有那个叫芸娘的，本官根本就不认识。朝臣们听到沈飞的爆料，内心则是震惊不已。有的人开始沉思，开始想其中的可能性；有的人则是嗤之以鼻，觉得沈飞就是在胡说。刑部尚书陈昭可是知道芸娘的，这个女人可是唐国公的得力帮手，这么多年可是帮着唐国公做了不少事。没想到那个案子结束之后，现在和左尚书还能牵扯上。这荣王妃说的那孩子可是沈二丫？陈昭出口询问，也是让朝臣们一惊。陈大人，可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往本官身上泼脏水啊！左安怀最害怕的就是有朝廷官员这时候插一脚。应付个单纯的荣王妃，他有信心，就怕往日的政敌出来攻击他。陈昭没有理会左安怀，继续追问：荣王妃可有证据？沈二丫年幼，没有处斩，倒是可以和左大人滴血认亲。左安怀内心咒骂：该死的陈昭，等他缓过来，一定要给他好看。谢谢这位大人，现在还不急，稍后左大人会亲自送上。我现在还有几个疑问，需要左大人解惑。左安怀不知道沈飞说的是什么意思，还他亲自送上，简直异想天开。但是内心却有些慌乱，荣王妃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真相的？左安怀对着沈飞的时候，心里有点发毛。荣王妃的脑子太奇怪了，也不按常理出牌，太难琢磨了。满朝文武心想：哎呦喂，这可是大朝会啊，不是你一个小姑娘玩闹的地方。就是皇上也着急了，频频看向唐之陵，想问问他沈飞什么时候看事。可是唐之陵根本没有接到皇上的信号，他正高兴地看着左安怀跳脚。毕竟这人从前也没少说他。大人，霄云观的贼人都是你的同伙吧？左安怀听到沈飞不再追着唐国公的问题问，心里放松不少。毕竟霄云观那里没有活口，交代不出什么。陛下，荣王妃说的全是无稽之谈，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，臣觉得没有继续对峙下去的意义了。左安怀把头上的乌纱帽拿了下来。陛下，臣为大禹朝鞠躬尽瘁，如今却遭受这样的污蔑，着实是……剩下的话没有说出口，但是为人臣子的那种委屈劲儿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臣可以请辞礼部尚书的职位。左安怀没有到告老还乡的年纪，如今左安怀也是尚书了，没准儿以后就可以入内阁，那可是有大好的前途呢。朝臣们有些人联想到自己身上，又开始同情左安怀，有人就忍不住给左安怀求情。陛下，左大人清正廉明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啊，还请陛下三思啊。请陛下三思啊。左安怀跪在地上，表情淡漠，内心欢喜。
荣王妃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沈妃看到时候差不多了，左安怀对她的戒心没那么多，催眠对于防备太强的人可不好下手。她也蹲下身子，手中出现怀表，轻轻地在左安怀眼前晃动。放轻松，1、2、3，睡。左安怀本来就是跪着的，所以人直接就这么瘫软下去。左安怀，为什么要在霄云观藏匿那么多杀手？为了杀楚敬德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杀了所有楚家的人。满朝文武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下，不敢相信左尚书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心思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这就是反贼无疑了。你不叫左安怀，你真名叫什么？我是柳吉志。你为什么看上了芸娘？那女人我怎么会喜欢？她是我和表弟之间的纽带，只有我有了这个把柄在表弟的手里，他才会放心。你表弟是谁？是唐国公，他是姑姑家的弟弟。我们从小的志向就是颠覆楚家江山，为家人报仇。差一点儿，就差一点儿，我们就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弹劾荣亲王侠妓是你的安排吧？你做了什么安排？我在青楼安排了加了春药的酒，谁料荣亲王喝了，完全没事，以至于计划功亏一篑。不过幸亏我提前通知了李御史，他亲眼看到，也算是个人证。哦，李御史知道你的计划？当然知道，还是他给我出的这个主意。左安怀闭着眼睛开始吐露心里话的情景吓坏了满朝文武，他们都惊恐地看着沈妃，像是看个怪物一样。李御史慌得不得了，这时候也无暇顾及是在朝会上了，直接大声喊了一声：左安怀，休要胡言！李御史的声音太大，直接让在催眠中的左安怀醒了过来。他睁开迷蒙的双眼，发现大殿里静悄悄的，而且那些人还面带着同情看着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满朝文武都被施法了？陛下，左安怀刚才是癔症了，说的话不可信，还请陛下明察。李御史，不要强词夺理了，满朝文武和朕都是亲耳听到的，左安怀供述的犯罪事实，休要狡辩。来人啊，把左安怀押入天牢。刑部、大理寺联合审问。臣遵旨。左安怀懵了，他的党羽为什么不给他求情了？不对劲儿，为什么局势变成了这样？陛下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，陛下！左安怀被拖了下去，他曾经贿赂的官员也是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把这个口无遮拦的人给带下去了，否则一定会出大事。但是他们心里也是慌乱的，毕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干净的，内心都有自己的小九九。荣王妃有如此厉害的审讯手法，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着了道，把自己的秘密给说出来，所以看着沈妃的眼神都非常惊恐。听说你弹劾我，还想要处死我？荣王妃说笑了，既然那霄云观都是些乱臣贼子，荣王妃亲手解决他们都是他们的福气，荣王妃才是女中豪杰呀，那些假道人该杀该杀。皇上非常无语，平时这御史的嘴巴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像个软脚虾一样？这时候弹劾沈妃的御史们也纷纷开口：荣王妃为民除害，荣王妃英武不凡。沈妃听到这些御史夸她，得意地看着唐之陵，小表情里都是挑衅。唐之陵偷偷给沈妃竖了一个大拇指。李御史伙同左安怀构陷荣亲王，也押入天牢。李御史还是松了一口气的，毕竟他没被当朝使法术，否则他也不敢保证会说出多少事。他现在就希望可以安全辞官，保住家人，所以被带下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哭喊。皇上也是很头疼，左安怀被抓起来了，但是和他牵扯的官员可不是少数，
他也不能都杀了，也要根据犯罪的轻重来定夺。毕竟大禹朝自从他继位之后，官员换得太多了，这样也不好，水至清则无鱼。下朝之后，沈飞和唐之陵两人一起回家了。小夫妻并不知道他们给整个朝廷带来的震撼。不过这也有个好处，唐之陵至此之后没有被弹劾过，像翘班那样的小事再也没人拿来说事，也没有人拿莫须有的事来栽赃他了。这让唐之陵觉得身边的好人多了不少。至于朝廷官员那些背后的势力也老实了一阵子，至少是更谨慎了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们都不敢轻易的出手，就怕被抓到小辫子。秋收结束，进入到了10月份，小福宝已经昏迷了3个月了，沈飞的肚子已经也有5个月了。沈飞照例没事的时候就进空间陪着小福宝。双胞胎已经10个月了，小叶子还不会说话，每天都笑呵呵的，但是花花已经能发出单音了。小叶子进不来空间，花花是可以进来的，所以沈飞在实验室里的时候也会把花花带进来。花花已经能站着了，他皱着小脸儿看着昏迷的小福宝。沈飞看到花花站起来，趴着透明的罩子看小福宝，就伸手把他抱了下来。唉，本想给小福宝好好的过2周岁生日的，没想到生日都过了2个多月了，他还没有醒过来。花花看着呼吸均匀的小福宝，想了想，是给他照一照，照一照，是照哥。沈飞目光一转，想起来了，急忙抱着花花去了方诺师兄的实验室。然后在角落看到了一个小台子，这是方诺师兄给动物照 X 光线的地方。方师兄是研究动物的，所以这些器材是有的，不过这都是给小动物用的。沈飞的眼睛一亮，是啊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于是他把花花放下之后，就快速返回，把小福宝抱了起来。小福宝躺在冰凉的台子上，微微地皱起眉头。沈飞没有发现，快速把仪器打开，开始给小福宝检查。花花这时候就对上了小福宝的眼睛。醒了，哥哥醒了。仔仔，你醒了，醒了，太好了，仔仔，你终于醒了。娘亲，娘在这里呢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小福宝感觉沈飞抱着他的时候有东西硌着他，而且沈飞又像是弯不下去腰一样，他的视线看向沈飞的肚子，然后惊恐地睁大眼睛。娘，你又有孩子了？你又有弟弟妹妹了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呐，宝宝不开心。他有种直觉，这次是弟弟。小福宝并不想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是想到荣王府就他一个男孩，他要是死了，没有男丁，沈飞和唐之陵两人无后，心里又接受了。他虽然醒过来，但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。罢了，来个弟弟也好吧，至少他离开以后，娘亲还有别的孩子养老送终。仔仔，你身体哪里疼吗？不疼。那就好。仔仔，你弟弟妹妹来得很及时哦，到时候有了脐带血，娘保证你一定会和其他的小孩一样的健康。真的？娘不是说过吗？一定会救活你。来，你躺好，娘亲继续给你做检查。小福宝这时候才意识到，他躺在一个陌生冰凉的台子上，然后他惊讶地发现，他全身赤裸。小福宝小脸爆红，更让他羞窘的是，花花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小福宝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呢。好了，片子里结果都挺好的。仔仔，看来你还是要……仔仔，你还害羞了？娘亲，衣服，我要穿衣服。衣服还不行，给你穿一个纸尿裤吧。说完，不等小福宝反对，沈飞把小福宝身上的医用耦合剂擦掉，然后给他穿上了纸尿裤。小福宝知道反对无效了，但是现在有了小裤衩，觉得安心了不少。沈飞继续把小福宝放在修护箱中。仔仔，你安心的在里面休息。好。
小福宝不排斥修护箱，他从前也是有意识的，躺在里面他的确是会更舒服一些。沈飞要告诉唐之灵这个好消息，于是快速把花花和小福宝都带出了空间。修护箱拿出来之后，沈飞快速的插上电源，小福宝的表情明显更轻松了。仔仔，娘去告诉你爹这个好消息。小福宝点头。沈飞直接抱起花花，走出门后把花花给了奶娘照顾，于是快速的向前院走去。唐之灵，唐之灵，有好消息！沈飞推开前院的书房，发现屋子里不仅有唐之灵，还有王府的常客。这个常客雷打不动，每天都来。太子也在啊？见过刘皇婶。沈飞胡乱点头。唐之灵，小福宝醒了，醒了。刘皇婶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福宝弟弟真的醒了？醒了，在后院。唐之灵听到之后也是欢喜。太好了，走，去后院。唐之灵想跑过去，但是又得扶着沈飞的大肚子。沈飞和唐之灵到了后院的时候，小福宝已经和太子两人聊上了。小福宝躺在蛋形的罩子里，虽然有些隔音，但还是能听到太子说话的。福宝弟弟，左安怀和他的同伙已经伏法了，原来他和唐国公一样，也都是柳家余孽。小福宝也是没想到左安怀隐藏得这么深，他竟然也都看走眼了。看来柳沉寂的后代都是狼子野心呢。告诉皇上，把柳沉寂的后代挖地3次也要全部找出来。记住，柳家余孽一个活口不留。刚刚走到门口的小夫妻俩怔住了。唐之灵吃惊地看着沈飞，好像是在说：“你还不承认？”沈飞被看得莫名其妙，小声反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现在知道仔仔像谁了吧？我从前说像你，你还不承认？哼！有仇就报的性子像我。沈飞想到刚才那句一个活口不留，点了点头。不过沈飞心中也涌起巨大的疑问：小福宝和花花两个孩子都和小叶子不一样，不是真小孩啊。花花是谁他能猜到，是因为他熟悉世界，所以偷偷观察之后他才敢这么断定的。在危急时刻他开口问花花，他才承认的。要是平时问他，花花一定会装听不懂。小福宝好像也是早熟又早会，那么小福宝又是谁？沈飞嘴角轻轻翘起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沈飞推开房门，太子见到来人是沈飞和唐之灵之后就闭嘴了。小福宝也不说话了，乖乖躺在修护箱里做个安静的小宝宝。唐之灵率先走过去：“仔仔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。”小福宝对着唐之灵点了点头，他揉了一下小肚子：“我饿呢。”“好，吃的马上就来。”说完又急匆匆的出门。明月彩霞，世子醒了，快去大厨房拿一些好消化的食物来。王府中的人听到唐之灵的吩咐，也是喜气洋洋的。太子着急把好消息告诉皇上，也痛快的告辞离开了荣王府。小福宝昏迷这么久才醒来，也是王府的大喜事。和荣王府一派喜气洋洋不同，林家却是在发配岭南的官道上。因为左安怀的原因，牵扯出了林萧。林萧的罪责严重，已经被斩首了。林宇环的功名也已经被除去。林家本来就人丁单薄，现在只剩下林宇环和林母两人，他们跟着其他犯人被押送到岭南。快走！没看到下雨了吗？环儿，你怎么样啊？娘，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林母现在也是自顾不暇，她身上也已经湿透了，她也是咬紧牙关，拼命的坚持，才不让自己掉队。快些走，别磨叽！该死的，这鬼天气！林宇环想到祖父临终前的交代，他一定要忍耐，他要活着，只要活着就有机会，只要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。林宇环抬起头，任由雨水冲走眼角的眼泪，眼中只剩下坚毅。李良汉看着林宇环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现在已经不是御史了，李家也因为他的原因，全族被发配岭南。李良汉也是没想到自己这次会栽得这么彻底，他觉得也是冤枉的很。谁能想到左安怀是个反贼呀？他不过是贪心一点，收了些钱财罢了。
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不过他是不会轻易死心的。李家也不是没有机会，至少流放的队伍中还有个林宇环。林宇环的外祖父是陈御史，他可是好好的呢，一点事儿没有。林家就只有母子俩了。这一路上，陈若梅没有受到衙役的欺负，还不是衙役害怕京城的陈御史。到了岭南，只要把林宇环哄好了，或者是把一个女儿嫁给他，不愁没有机会。勤政殿，皇上知道小福宝醒来之后，也是开心的不得了。冯宝，快去朕的库房，再给荣亲王府送上一些上好的药材。是，陛下。冯宝离开之后，太子继续开口：父皇，福宝弟弟担心还有隐藏起来的柳家余孽贼心不死，下令不留活口。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人不太好分辨了。父皇，藏匿起来的柳家余孽也容易分辨，六皇婶就有办法，他的实验就可以分辨出来，这样也不会错杀无辜的人。对，那就用这个法子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柳家曾经发配到了北地，重点查一下北方。是，父皇。小福宝现在能离开那个透明的蛋了吗？还不行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这时候，小太监却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皇上，景仁宫不好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母后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发病，撞倒了太子妃。太子到了景仁宫的时候，里面也是一片慌乱。太子妃已经被抬到了偏殿，太医已经进去给她诊治。皇后现在人还有些懵，见到太子来了，急忙扑了过来。太子，母后不是故意的。太子一把抱住皇后。母后没事儿，太子妃没事儿。那就好。这时候，翠萍端了一碗药走了进来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太子想到皇后病了这么久，头疼的毛病还没好，甚至还有更疯癫的趋势，就非常恼怒。这药先放下吧。太子殿下，娘娘不吃药，头疾会越来越严重。今天就是娘娘没有及时喝药，才撞到了太子妃。此时皇后又开始发病，她拼命地摇晃脑袋。不要过来！不要！母后，是我，红轩。皇后的眼中又有了些焦距。轩儿。皇上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他也是没想到往日端庄持重的皇后会是这样疯癫的模样。这段日子皇上很少进入后宫，前朝因为柳家余孽的事已经让皇上忙得焦头烂额。太子倒是有徐嬷嬷通风报信，可是太子已经查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后来皇后更是觉得徐嬷嬷有二心，把她给打发出宫了。至于皇后身边的几个大宫女，那都是跟随皇后多年的人了，太子也没查出来。更何况皇后往日只是头痛，吃了药之后就是好人一个。太子现在才知道皇后不服药的反应会如此巨大。快去请徐院判和宋太医过来。太子把皇后扶到床榻上坐好，仔细想着景仁宫的事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景仁宫要好好的查一查了。彻底查一查吧。来人，去宫外把徐嬷嬷请进来。是，太子殿下。翠萍听到太子的吩咐，心中惶恐。很快后宫里就动起来了，景仁宫的宫人全都被带到了慎刑司。翌日，唐之陵早早的就去礼部上职去了，正巧碰上了新任礼部尚书贾老头。贾大人。贾尚书现在走路都带风，他也是没想到左安怀下去了会便宜了他。这礼部可比工部有发展多了。荣亲王。两人按职位，贾尚书是顶头上司，按身份唐之陵是荣亲王，所以两人也就是互相打个招呼。唐之义最近怎么样？他不错，宁亲也有了身孕，两人都开心得很。那恭喜他了。还真是奇怪了，从前在国公府的时候，我那孙女简直都要泡在药缸里了，现在离开了，反而有了身孕，也是奇怪得很呐。
唐之灵是知道原因的，但他不会说出来。可是国公府风水不太好啊。确实，你们也是离开国公府就有孩子了。确实。贾尚书觉得和唐之灵在一起就得浅显的聊这些家常话，才不会尴尬，否则说些别的都是他这个上司对荣亲王的不尊重。贾尚书不知道唐之灵也是在拼命的忍受。两人到了礼部之后，互相寒暄了几句，就快速分开了。唐之灵刚进入主客司，就看到了朱坤鹏。哎呦，你今天竟然会来？荣亲王，咱们主客司马上就要忙起来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我爹说的。西突厥和大禹朝要议和了，他们啊也是被北静王给打怕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北静王还真是勇猛啊！自从伤好了之后，那可真是所向披靡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北静王府这1个月来生了不少孩子，大概得有7、8个吧。那简直就像个兔子一样，一窝一窝的生呀！从前有一些谣言说北静王不行，现在被打脸了吧？北静王只是回京养伤，就在后院造出了这么多的孩子。这要是常年在府中，那孩子得没完没了的生。你怎么不笑呢？这不好玩吗？哈哈哈哈，不好玩。他当然知道北静王这么能生孩子的原因，那就是吃了药剂改善了体质。可是他和沈妃的身体也都改良过了，难道他和沈妃也要一直生孩子？唐之灵想到那个情景就摇晃了一下脑袋。不行不行，他不想沈妃一直忍受生孩子的痛苦，算上沈妃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够了。可是药物对他们不管用啊，真难办。这时候就听到外面传来议论声。听说了吗？昨日后宫发生大事了。唐之灵和朱坤鹏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悄悄地靠近，仔细听着是怎么回事。太子妃流产了，还是皇后亲手害的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晚上下职了，唐之灵到家的时候就急匆匆地来找沈妃。此时沈妃正在屋子里陪着3个孩子玩，小福宝还是待在修护箱里，花花则是拿着一本书乖乖地坐在一边看着。只有小叶子是不老实的，这块爬一会儿，那边爬一下的，需要沈妃时刻地盯着他。唐之灵快步走进来，就急切地和沈妃分享听到的事。沈妃，宫中出事了。什么大事？太子妃流产了，还是皇后害的。沈妃心想，太子妃可是皇后的侄女，怎么会害她？消息可靠吗？今日上职的官员都在小声讨论呢，应该是真的。后宫恐怕是要出大事了呀。沈妃点头，但她并不担心，毕竟那是皇上的后院，和她的关系不大。没必要太担心，本来后宫的女人就是你争我斗的，宫斗才是他们的常态啊。不过这一次也是有些奇怪罢了。